好，来关注乌克兰局势。俄乌冲突持续超过1个月，双方都耗损巨大。目前，俄罗斯军事行动的重点已经转向乌东地区。俄方周一宣布，前一天击落乌克兰4架苏24和1架苏27战机，摧毁了36个乌军事设施。乌克兰方面则宣称，俄在基辅周围的行动已经失败。与此同时，新一轮俄乌谈判将于周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首次松口，愿就乌保持中立地位进行磋商，但未就非军事化表态。他也强调，乌克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不容置疑的。乌克兰军队在首都基辅市郊一个被战火摧残的村落巡逻，士兵开走俄罗斯军队放弃的坦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与波兰总统杜达通话，对东欧国家装备的苏制战斗机尚未移交给乌克兰表示失望。泽连斯基称，波兰和美国都说准备就飞机移交问题做出决定，但美国却拒绝了波兰向驻德美军基地转移米格29战斗机的提议。与此同时，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对路透社表示，乌克兰现在需要美国制造的 F-15和 F-16战机，以补充乌空军装备的老式苏27和米格29战机。伊格纳特还强调，不会要求更多的东西，比如美国的 F-35隐身战机。泽连斯基上周四还呼吁北约将其所有坦克和飞机的1%提供给乌克兰。不过，根据全球数据统计公司 Statista 提供的最新数据，当前北约一共有2万架军用飞机，美国的军机数量最多，为13247架。如果按照军机种类来算，北约军机数量最多是非武装直升机7126架，战斗机和截击机仅有3527架，其余的都是运输机、武装直升机和特种飞机等。按照北约2万架军机总量来算，乌克兰要求的1%仅相当于200架，而北约方面估计，目前部署在乌克兰附近的俄罗斯军机就在300架以上，其中以战斗机和攻击机等进攻性机种为主。而如果是以军机种类来算，北约3500架战斗机的1%仅有35架，这个数字也就只比波兰考虑让美国转交的老式米格29战机稍微多一点。实际上，北约向乌克兰提供的军援主要是各种单兵导弹和轻武器，但也已经用尽了库存。在上周四北约峰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北约确定将继续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但仅包括反坦克武器、防空武器和无人机，以及防生化武器和防核武器的装备，唯独没有乌克兰心心念念的战斗机和坦克。乌方得到这种北约的直接的，尤其是战机的这种援助还是很难的。那么因为北约的它的目标也很明确，就是不希望参与战争。那么其实这个移交战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它不仅牵扯到给一个飞机这么简单的问题，它还牵扯到飞行员的这种交接呀，包括这种航空系统的互认呀，实际上是很多很多复杂的这个工作要在里面做的，不是仅仅这个飞机飞过去，然后乌克兰这个飞行员接收就这么简单了。今年3月，俄罗斯一架苏25攻击机在被乌克兰军人发射的便携式防空导弹击中后，飞行员仍驾驶战机成功返回俄方基地。俄罗斯军事行动的重点已经转向乌东地区。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则表示，俄罗斯在基辅周围的行动已经失败，普京的目标是占领乌东。他声称，俄总统普京正在考虑乌克兰的朝鲜半岛模式，也就是说，俄军将试图在乌克兰的未被占领和被占领地区之间划定一条分界线。我们看到在基辅方面仍然没有说一个大规模的撤军呀，包括其他的，包括南部呀，并没有说一个军事压力的减弱啊。那么近一段时间对于西部的这种轰炸呀、空袭呀，也仍然在继续。所以说我们很难说判断俄罗斯的最终的这个目标是什么，还是要看战场上的进展和最终的这种局势的走向。据我个人的感觉呢，俄罗斯不会轻易的把军队就往回撤，然后全部要精力放在东部，实际上这个撤军也很难。对于现在目前已经铺开的这种军事打击的这种态势来说，土耳其总统府消息人士周一称，乌克兰代表团将于当地时间周一晚些时候抵达土耳其。新一轮俄乌谈判将于周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此前，俄乌双方的第4轮谈判以视频方式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阐述了乌方在乌克兰冲突中的优先目的。泽连斯基表示，首先要最大程度地降低人员死亡，缩短战争
生期限，乌方希望俄罗斯将军队撤离至双方达成妥协的地带，即回到2月24日以前的状态，并在此基础上试着解决顿巴斯问题。泽连斯基还表示，愿意在安全保障和乌克兰中立地位问题上与俄罗斯相向而行，但是相关条约应当由全体担保国签署，并由各国议会批准。而且，因为该问题涉及修改乌克兰宪法，所以应当进行全民公投，以加快相关进程。此外，据路透社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泽连斯基在接受俄罗斯独立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与俄罗斯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乌克兰准备接受中立无核地位。他说，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周一表示，俄方希望俄乌谈判能够取得成功。他强调，俄罗斯有义务保障顿巴斯人民不受到基辅当局的伤害。乌克兰不加入北约，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是谈判必须要谈的问题。拉夫罗夫说，俄总统普京从未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见面，但现在为交换意见进行的会面将产生反作用，需等待谈判达成协议。乌东的这个地位如何的决定，是否是这个划归俄罗斯，还是说还继续留在乌克兰的这个管辖之内，这其实都是双方一个很重要的分歧。那就更不用说这个克里米亚。所以说短期之内就这么多分歧要有一个突破的话还是很难的。这需要双方，一是这个领导人的政治决断，另外一个需要双方这个政府层面、社会层面的普遍认可。俄乌冲突持续多时，关键时间节点，美国总统拜登出访欧洲，参加欧盟、七国集团和北约领导人峰会，还顺道出访波兰，试图展现其全球领导力。然而，短短3天内，拜登却多次失言，尴尬连连，甚至非议普京掌权。白宫方面为此不得不被迫澄清这些发言。俄罗斯方面则表示，拜登每一次这样的人身侮辱，都缩小了俄美关系缓和的机会之窗。上周六，拜登在波兰华沙城堡言辞抨击俄罗斯总统普京，声称这个人不能继续掌权。路透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多家外媒指出，这是拜登对莫斯科言论的一次重大升级。拜登言论引发轩然大波，白宫官员紧急出面否认，称总统这番话是为了让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为乌克兰的长期冲突做好准备，而不是寻求俄罗斯的政权变更。另一名白宫官员透露，原本准备的讲话中没有这句话。第二天，拜登又否认了自己之前的说法。当被问及是否呼吁改变俄罗斯的政权时，拜登只说了一个字：不。周日，美国驻北约大使朱利安·史密斯替拜登澄清称，拜登的言论是当天见到乌克兰难民后的反应，与改变俄罗斯政权无关。In the moment, I think that was a principled human reaction to the stories that he had heard that day. The U.S. does not have a policy of regime change in Russia.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天在访问以色列期间也表示，拜登的观点是普京无权发动战争，但布林肯称，任何关于俄罗斯未来领导权的决定都将取决于俄罗斯人民。As you know, and as you've heard us say repeatedly, we do not have a strategy of regime change.In Russia or anywhere else for that matter. 与此同时，拜登失言引发共和党人激烈批判。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共和党参议员詹姆斯·李施将拜登的言论称作可怕的失言，并表示他希望总统能按照手稿来。Most people who don't deal in the lane of foreign relations don't realize that those 9 words that he uttered.would cause the kind of eruption that they did. It's going to cause a huge problem. 一段时间以来，拜登加重了对于普京个人的言论攻击。拜登上周六还在华沙与一些乌克兰难民见面后，对记者称，普京是屠夫。美联社称，拜登对普京的谴责带有高度个人化色彩。华尔街日报评论称，拜登应该保持沉默，避免公开演讲，尤其是现在的危险时刻，应当避免偏离准备好的文稿。这是他的内心的真实想法，但是你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这么去讲是很不严谨的，因为更迭其他国家的政权，这属于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也是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啊，这是一。第二呢，你这样说呢，也不利于解决乌克兰危机，也不利于改善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拜登的说法也遭到欧洲盟友的不解。法国总统马克龙周日委婉地警告，如果想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俄乌冲突，就不能用言语或行动来升级紧张局势。Je pense qu'il faut d'abord être factuel et ensuite, en effet, tout faire pour ne pas
que la situation dérape. Je n'utiliserai pas ce genre de propos parce que je continue de discuter avec le président Poutine.德国总理舒尔茨接受德国 ARD 电视台采访时也称，我们都完全同意，政权更迭不是我们共同追求的政治目标。在周一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回应相关问题时强调，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当前各方急需做的是缓和局势，促谈止战，而不是激化矛盾。在回答深圳卫视提出的有关美国对巴以问题两国方案的承诺时，发言人再度就乌克兰问题表态。乌克兰难民值得同情，而来自中东、非洲、拉美等国的难民就不值得同情。这样的双重标准不可接受。对乌克兰平民的伤害是战争罪行，而对南联盟、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平民的伤害就可以不被追究。这样的双重标准不可以接受。那么我们注意到，美方在乌克兰问题上一而再的拱火、引火，却闭口不提自身引发的地区难题。在回答我们提问时，发言人也再次强调，国际社会不应采取双重标准，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只有摒弃双重标准，地区热点问题才能得到公正解决。对于拜登的言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一个国家领导人应该控制自己的脾气，每一次这样的人身侮辱都缩小了俄美关系缓和的机会之窗。他还说，20多年前，拜登曾是北约轰炸南斯拉夫的拥护者，如今却从他口中听到对普京的战争指控，这很荒谬。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认为，美国总统对普京发表的非外交言论是出于无能为力的歇斯底里。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也表示，拜登所言几近病态，华盛顿的外交武器库已经见底。你这些话呢，都使得未来美俄两国领导人坐下来谈问题的时候，这个气氛就不同了，条件也就不存在了。所以说这件事情虽然能够暂时得到平息，但是未来对俄美关系产生的这个不利的影响，我认为还是会长期存在下去。事实上，拜登此行在波兰制造的尴尬还不止于此。他在对驻波兰的美军发表讲话时，不仅有意夸奖了乌克兰人民，之后似乎还暗示美军很快就会进入乌克兰，但美国官员此前多次排除这种可能性。And you're going to see when you're there, some of you have been there, you're going to see women, young people stand in the middle in front of a damn tank.Just saying, I'm not leaving. I'm holding my ground. 随后，一位白宫官员迅速澄清，称在向乌克兰部署美军问题上，拜登没有改变他此前的立场。一方面，美国政府不断通过言论激化矛盾；另一方面，美军火商正借俄乌冲突大发战争财。一些美国前政界人士和专家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详解美国军工企业的俄乌冲突生意经。曾在美国国会工作的反战组织公正外交政策执行主任埃里克·斯珀林说，美国军工企业的游说力量不容小觑，他们想要的至少是军事紧张局面，以刺激武器需求。此外，政商旋转门是普遍现象，军方高官、国务院官员卸任后经常在军工企业董事会任职或担任顾问、游说人员，而在这些企业工作过的人也可能回到政府任职。斯珀林说，这就形成一种普遍氛围，相比于外交手段，对抗性的军事化的应对更符合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主要军工企业股价大幅上涨，领头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股价从年初每股$354一路上涨至3月25号的$453，涨幅28%。雷神技术公司同期涨幅近20%，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股价也都大涨。分析人士指出，俄乌冲突将从美国对乌军事援助、美欧防务预算增长等方面给美国军工企业带来额外收益。据路透社报道，德国总理舒尔茨周日晚间就表示，德国正在考虑购买导弹防御系统，以抵御来自俄罗斯的潜在攻击。此外，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宣布一系列制裁，这也导致欧盟能源价格飙升，威胁到能源安全。近日，欧盟和美国公布了一项能源合作计划，宣布将扩大美对欧液化天然气出口。新加坡经济学者叶秀亮表示，美国趁火打劫，谋求自身利益，但实际上却将对欧盟乃至世界经济造成损害。
People are worried about that they just rely on U.S. dollar. So you will see that more countries will seek for other currency for settlement and as reserve currency. So U.S. dollar may not be as powerful as they in the future because all government will not be stupid to just rely on the U.S. dollar because the U.S. sanction remind them not to do so. The third factor of the sanction is that it will affect eve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S. The first effect is that it creates a lot of disruption in the supply chain and also a huge rise in other material costs. 好，相关马上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好。美国总统拜登在波兰演讲时警告普京不能再继续执政下去了，言论引发全球关注。但在回到美国后，拜登又改口，称无意寻求俄政权更替。那您对此怎么看？说实在的，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是吓了一跳，因为拜登这个表态发生在七国集团峰会、北约峰会与欧盟峰会刚刚结束之后，我以为让普京下台以结束俄乌冲突。是整个西方世界在这3大峰会上的共同决定，所以拜登把它当成一张名牌打出来了。好在事后，美国以及个别西方国家及时为这件事情踩了刹车。白宫官员透过私下管道对外放风说，这并不是拜登演讲稿中的内容，而仅仅是拜登在演讲即将结束时的加戏。也就是个人即兴发挥，被吓得倒吸一口凉气的白宫事后还专门发了个声明，说美国不谋求俄罗斯的政权更迭。正在以色列访问的国务卿布林肯，这是赶忙为拜登打了个圆场，说拜登的真实意思是不能赋予普京发动战争的权利。就连法国总统马克龙都赶紧站出来切割，说拜登的言论不具有建设性。最后在内外部强大压力下，连拜登本人也不得不站出来亲自改了口。那么美方以及西方世界为什么会对拜登的这个表态感到如此的紧张？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因为普京本人仍然存有继续领导俄罗斯的雄心壮志，更为关键的是，普京执政是得到了俄罗斯国内高达70%以上的主流民意支持的。而且根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最新民调，在俄乌冲突发生之后，普京的民意支持率仍然在往上走。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拜登将把普京赶下台作为目标，那也就意味着美国不仅在干涉俄罗斯的内政，而且意味着美国是在跟俄罗斯国内的高达70%的民意在作对。这对于解决当前的俄乌冲突其实是极为不利的。我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国家才只敢说要追究俄罗斯军队的战争罪，而不敢说追究俄罗斯这个国家的，更不敢说要追究普京的战争罪，因为他们知道这背后牵涉到多么复杂与敏感的政治因素。假如西方国家真的要将把俄政权更迭作为目标，那会对接下来的俄乌冲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认为，假如西方国家硬要这样做，那受到影响的将不仅仅是这场俄乌冲突，整个西方世界与俄罗斯的关系，甚至是整个人类的前途，都将会受到极大的冲击，因为它极有可能导致冲突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甚至是引发灾难性的核战争。据我所知，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尤其是普京命令俄罗斯战略威慑力量进入特殊战备状态以来，西方国家虽然表面上保持了镇定，没有跟着提升核战备状态，但其实他们只是外松内紧。西方国家不仅时时刻刻在监视着俄罗斯的核武器与洲际导弹的动向，而且他们的情报机构还在夜以继日地分析着俄罗斯决策层的心态，想弄清楚俄罗斯决策层是否还保持着克制与理性。而从北约国家虽然对乌克兰输送了大量具有针对性的武器，俄罗斯军队却没有越境打击这些国家。同时，最近俄罗斯
还在收缩自己的战略战术目标，也就是不再以占领整个乌克兰作为军事目标，而是调整为仅仅拿下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以及俄罗斯方面主动敦促乌克兰进行和谈，并且一再降低谈判条件，也就是从原先的去军事化、去纳粹化，调整为了让乌克兰保持中立等等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俄罗斯决策层还是保持了清醒和理性的，他们并没有要跟乌克兰甚至是整个西方世界玉石俱焚的这么一种激进想法。但是假如西方要把普京拉下台来作为目标，那也就意味着整个事态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俄军为了维护普京的尊严以及俄罗斯的国家尊严，势必就会不惜代价血战到底。那美方包括拜登本人急刹车，是不是就意味着西方国家放弃把俄政权更迭作为目标？我觉得这完全是两码事。虽然现在他们在言语上为这件事情踩了刹车，但是未来一定还会在明里暗里这样做。我甚至认为拜登在波兰演讲时脱口而出，其实并非完全是无心之失，甚至也不完全是拜登一不小心陷入了西方的底牌，而极有可能是一种测试风向的做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西方发动的舆论战、心理战与政治战的一部分。所谓的测风向，既测试一下俄罗斯执政当局，尤其是普京本人的反应，同时也测试一下国际舆论的反应。所谓的舆论战、心理战与政治战，是针对俄罗斯国内来说的，也就是要通过抛出这样一种说法，将普京本人与俄罗斯民众以及俄罗斯国内的政治精英来做一个切割，或者说的更加赤裸一些，是要在俄罗斯国内搞挑拨离间与分化瓦解，企图号召俄罗斯国内的民众与政治精英站出来夺取政权。如此一来，西方国家就能够达到以最小的代价来结束俄乌冲突的目的。这些还都是美国与西方国家在玩阴的那一面，而阳的那一面就更加明目张胆了。当前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打经济战与金融战，其实就是要达到通过搞垮俄罗斯的经济目的，来搞垮俄罗斯的民生，通过搞垮俄罗斯的民生，来激起俄罗斯国内的民变。假如我的这个判断是准确的话，那也就意味着拜登政府的野心不仅仅是想要通过这场俄乌冲突来重塑当今的世界秩序，而且还想重塑俄罗斯国内的政治秩序，想要让俄罗斯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上真正实现全盘西化。甚至是拜登政府已经将重塑俄罗斯国内的政治秩序当成了是重塑世界秩序的前提和条件以及优先事项，而这势必会引起俄罗斯的警觉，并导致这场俄乌冲突以及俄罗斯与西方的冲突复杂化与长期化。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据朝中社周一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强调，要建设更加坚定、更加完善、更强大的战略力量。而韩国军方相关人士同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为应对朝鲜重启核试验，韩美军方正在就一切可能紧密协商对策。周一下午，作为现任和后任总统，文在寅和尹锡悦实现了21个月以来的首次见面。朝中社的报道称，金正恩上周六的讲话再次阐明，朝鲜要建设更加坚定、更加完善、更强大的战略力量，以绝对力量来维护祖国和人民的安全，是朝鲜强大国防力量的坚定意志。郑义溶表示，现在美国可采取进一步对朝制裁的余地不大，美国期间的单独制裁并未给朝鲜造成任何影响。对于韩国实施单独制裁的可能性，他回答，尚未对此进行研讨。
韩联社报道称，韩国军方相关人士周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韩美军方正在就一切可能紧密协商对策，以应对朝鲜威胁。该人士指出，韩美将对朝威慑力放在首位，探讨行之有效的措施。韩方声称，朝鲜正在修复其4年前炸毁的咸镜北道吉州郡丰西里核试验场，并可能再次进行核试验。而后任总统尹锡悦也提出严正警告，强调朝鲜通过挑衅得不到任何好处。这也是尹锡悦当选韩国总统后首次就朝鲜发射导弹发声。尹锡悦正在极力恢复先前保守执政势力提出的反共和国敌对政策。尹锡悦的对朝政策基调将朝韩对话完全作为实现无核化的手段，将在可验证的朝鲜无核化实现之前维持强有力的制裁措施。同一回声还提及定于下月举行的美韩联合军演，并表示在保守派候选人当选总统后，韩军好战分子的反朝敌对行径变得愈发猖獗。尹锡悦刚上台，也不会马上，自废武功，把文在寅已经取得的一些成果废除掉。比如说，南北之间的那些常设的沟通渠道，这是他们为了避免擦枪走火而一个必然的选择。但是那些文在寅正在推动但是还没有落实的举措，比如说终战宣言，尹锡悦可能会早早的让他半途而废。另据韩国后任总统发言人金恩惠周日在书面简报中表示，尹锡悦决定将于下月向美国派遣韩美政策协议代表团，与美国政府、国会、智库等各界主要人士会面，就韩美同盟、朝鲜问题、东亚及全球问题、经济安全事务广泛交换意见。分析认为，尹锡悦一直强调加强美韩同盟的政策基调，鉴于此，尹锡悦派出的代表团可能将磋商的重点放在加强美韩同盟及对朝政策协调上。我们看到尹锡悦他在确定当选仅几个小时之后，就和美国总统拜登通话了。这个比通常以前的韩国总统快了整整1天。以前的韩国总统通常是第2天才会和美国总统通话，也进一步的印证了他在整个竞选期间，把韩美同盟放在优先地位这样一个政策纲领。然后目前的整个韩国的一个民意的情况就是加强韩美同盟，加强韩美关系，从这个政治正确的角度来说是非常安全的。北京时间周一下午5点，韩国总统文在寅和后任总统尹锡悦在金马台开始会面。现场画面显示，两人在打完招呼后保持了一定距离，虽然偶尔会有微笑，但总体都是一脸认真的谈话，反映双方尴尬的气氛。在第一次见面握手之后，两人没有其他的接触。在短暂的谈话后，文在寅与尹锡悦接受媒体拍照，随后进行晚宴。据韩联社报道，双方的会面持续了2小时51分钟，是历任总统和候选总统人之间最长的会面。据悉，双方对各种议题进行了坦诚的讨论，包括能否就编制5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608亿元）的补充预算、抗击新冠疫情和复苏经济的措施、安保问题以及总统办公室迁址的事宜。文在寅与尹锡悦的会面距离韩国3月9号举行的第20届总统大选已有19天。从历届交接班的总统之间首次见面所需时间来看，这是最晚的一次，这也是两人时隔21个月见面。2020年6月，尹锡悦以检察总长的身份出席在金马台举行的反腐政策会议。值得注意的是，尹锡悦原定于16号中午与总统文在寅会面，但在距离见面时间不到4小时的时候突然取消，引发韩国政界和舆论震动。双方没有公开取消会面的理由。韩联社称，韩国新旧政府的交接或不会顺利，尹锡悦正式就任总统前，两大阵营间的对立或将进一步激化。从这次选举来看，保守阵营他认为，他在整体的民意方面，占据一定的优势，但是这个优势其实并不明显，所以进步阵营那一块还是想通过自己目前掌握的各种优势，来尽量的掣肘保守阵营的一个上台。这里面还有一个考虑，就是韩国6月份将举行地方选举，为了这次选举，他们也会进行一些气势方面，争取选民方面，做一些斗争，所以从现在到6月，肯定双方之间的这种博弈和相互的
攻击不会减少，反而会进一步的加剧。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你好。韩国总统文在寅和后任总统尹锡悦终于在大选后首次会面，这比原先的计划推迟了12天。那您对此有何观察？主持人好，3月16日，文在寅和尹锡悦的首次会面临时推迟。青瓦台方面称，根据双方协议，推迟原因不予公开。但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原因在于现任和后任总统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时隔12天，文在寅终于和尹锡悦聚首。是这些分歧得到解决了吗？我看未必。在刚才新闻提到的诸多分歧中，我个人最关注尹锡悦提出的韩国总统府搬迁一事。3月20日，尹锡悦宣布要求立即将总统办公室由青瓦台搬至约6公里外的国防部大楼，这样自己在5月10日上任当天就可以使用到新办公室。而韩国国防部转移至邻近的参谋本部，参谋本部则搬迁至约8公里外的一处作战指挥中心。尽管在程序上文在寅无法改变尹锡悦的决定，事实上韩国国防部和参谋本部也已经开启了搬迁工作，但此事必将持续成为韩国未来政治角逐中的一个焦点。首先是搬迁工作所造成的财政负担，尹锡悦发言人宣称，搬迁费用耗资495亿韩元，约合2.57亿元人民币，但这个数字实际上没有算上韩军参谋本部的搬迁费用。一并加上的话，整体耗资将翻倍至1200亿韩元，约合6.23亿元人民币。另一方面，文在寅所在的共同民主党则质疑尹锡悦在数字上弄虚作假，认为真实耗费远大于此，甚至达到1万亿韩元。但我查阅到的是，2022年韩国政府债务已经超出了 GDP 一半以上，创下史上最高。与此同时，韩国2022年政府支出创下近年来最小增幅。文在寅明显有意通过压低预算来实现赤字平衡，而除了民生问题之外，搬迁总统府还为韩国带来了切实的国家安全问题。尽管韩国国防部和参谋本部表示会在1个月内完成转移工作，但这1个月的时间也已经足够在政府运转和防务指挥链条上制造出一个足够大的漏洞。而这也不是什么空洞的理论威胁。朝鲜导弹试射在时间节点的选择上是有精准计算的。如果韩国接下来因为总统府搬迁出现国家安全漏洞，这很大程度上将让尹锡悦在正式就任前就出现失分项。无论是文在寅还是文在寅身后的共同民主党，都不可能主动绕开这个话题。不要忘了，这还只是新旧总统之间的分歧之一。再加上相关人事任命问题，是否赦免李明博，以及文在寅自身离任后是否会遭到新政府清算等，尹锡悦和文在寅时隔12天能成功会面，本身已经是一个奇迹了，或者说只是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因为它开启的不是某种基于议题共识的权力顺利交接，而是接下来5年韩国共同民主党与国民力量党、进步与保守阵营之间的激烈对抗。那您怎么看待尹锡悦执政下韩国的未来5年呢？我注意到此次韩国选举有3个特点：一是较高的投票率，整体投票率为77.1%；二是胜选优势极为微弱。与此同时，其余10位参选人加起来得票率也仅有3.61%。3是大量的年轻人参选，由于此次选举首次将选民范围扩大至18岁公民，30岁以下的年轻选民规模占到全体选民的1/3左右。而青年群体的投票意愿又普遍比其他年龄群组要高。这3个特点又分别意味着以下3点：第一，较高的投票率或许表明较高的国民焦虑程度，韩国社会人心思变。还记得文在寅2017年上任之初，国民支持度高达81%，5年后已跌至43%，几近腰斩。民众通过政党轮替表达了改变的诉求。第二，这种人心思变却也是建立在社会撕裂的基础之上。不到1%的胜选优势，无疑令尹锡悦赢了又仿佛没赢。未来5年，作为在野党的共同民主党，注定会与执政的国民力量党形成僵局。而其余的政党候选人的全面落败，又导致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缺乏平衡缓冲，执政党更无法通过建立执政同盟来破局。第三，年轻选民高度关注社会公义、公平公正等议题，与此同时，他们又相对缺乏政治耐心。脆弱而分裂的民意基础，执政当局遭到在野党全面阻击，两派力量来回拉锯，
这或许就是韩国政治未来5年的基本轮廓。好，谢谢张思南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好，来关注国内疫情。国家卫健委周一通报，周日0时至24时，全国除港澳台地区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19例，已经连续16天超过1000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4996例，确诊病例涉及18个省区市。本土病例当中，吉林省以1086例仍然处于高位，上海市50例，辽宁省12例。上海市从周一起在全市分片区开展新一轮核酸筛查。周日全天，上海新增50例确诊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450例。当天晚上，上海市发布关于做好全市新一轮核酸筛查工作的通告，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新一轮切块式网格化核酸筛查。上海本轮筛查分2批次，依次开展核酸检测工作。周一5时起进行第一批筛查的包括浦东、浦南及毗邻区域，这些地区先实施封控，开展核酸筛查，4天后的4月1号5时解封。同时，浦西地区重点区域继续实施封控管理，而第2批从4月1号3时起，按照压查推进的原则，对浦西地区实施封控，开展核酸筛查，4月5号3时解封。通过这一轮的筛查，把风险点排除，把传播链切断，当然也是把这个感染者也要隔离尽快遏制疫情的扩散蔓延。那么在这次整个的核酸检测期间，相关的区域人员的管控要实行交通的管制，严控人员的流动。针对上海为什么要进行新一轮的核酸筛查，周一上海市举行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海市疫情防控专家组成员表示，这是为了快速控制疫情上升势头，彻底消除病毒隐匿的社区传播。我们发现呢，本市当前的疫情，它其实存在2个特点，一个就是区域性的聚集，那么第2个就是有全市面上散在的这个感染者存在。那么通过分析以后呢，我们觉得这个还是全市面上存在这个面上爆发的潜在风险。这个非常重要，所以经过进一步的这个我们综合研判以后呢，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果断措施，通过降低人群的流动性，切断社会面的传播。上海市本轮筛查与原来的网格化筛查，包括抗原检测同步开展。封控管理期间，上海的机场、铁路、国际客货运正常运行。另外，为加强对集中隔离收治场所的医疗支持，努力实现阳性感染者应收尽收。目前，上海已开设多个集中隔离收治场所，市级医院派出多个医疗队与每个隔离场所进行结对，尚未结对的其他医院的后备队员也集结完毕，随时准备出征。据吉林省卫健委周一通报，过去24小时，吉林省新增本地确诊病例1086例，其中长春市706例，吉林市367例。吉林日报周一在头版刊发题为“坚持就是胜利，坚持一定胜利”的评论文章指出，当前吉林省疫情防控正处于背水一战、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必须坚持时不我待，咬紧牙关，一鼓作气，坚决完成社会面清零目标任务，努力在这场大战大考中夺取全面胜利。值得一提的是，在周日举行的吉林省疫情防控工作第16场新闻发布会上，吉林省卫健委副主任张丽在跟市民说心里话时表示，我们理解大家盼望疫情拐点早点来临的心情，也知道静默的日子里大家有多难熬。现在抗疫到了最紧要关头、最关键时刻，我们已经对疫情发起了最后的围剿，胜利就在眼前。行百里者半就身，恳请大家最后呢再咬咬牙，再坚持一下，万众一心，一鼓作气，迎接近在咫尺的胜利，绝不能呢让之前的努力付之东流。我也相信最艰难的日子马上就会过去，坚持就是胜利。周日全天，辽宁省本土新增12例确诊病例和114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其中5例确诊病例和65例无症状感染者为沈阳报告。为了加强疫情防控，从周一起，沈阳开展第6轮全员核酸检测。由于沈阳市社会面仍有部分阳性感染者被检出，阳性感染者分布的区域扩大，沈阳市疫情防控工作组将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进行了调整。除封控区、管控区以外的全域区
区域全部纳入防范区管理，强化社会面管控，严格限制人员聚集规模。